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信号的运算。那信号运算是什么呢？我想信号就是从图上看到，它就是一些sample 值。那信号运算可以包含，例如说信号的加，或信号的时间偏移，或一些甚至我们到后面会提到，我们信号的本身做一些旋计让的东西。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好，从这样基本的信号的运算，我们之后可以衍生到更多更复杂的一些运算。我想这个单元这个 part 是给各位一个很简单对信号本身运算的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的概念。我想各位同学从这个单元中可以学到一些不少的一些方法。那我们赶快看下去吧。那我们常见的数位信号，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信号，它基本上它叫做 unit sample signal， 也就是说我们常在类比信号看到 delta function。好，只是这边数位信号它的是在 n 等于0的时候，会有一根 sample 是等于1大小的一个信号。那它数学表示方式就是表示成这样的式子，在 n 等于0才会有一个1的值，其他地方就等于0。好，那第二个常见的讯号是我们的步阶讯号，我们简称的 unit step signal。它的数学表示方式是代表这样，也就是说，它 n 大于等于0的时候，它信号都是1；当 n 小于0的时候，信号都是0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这样的信号就是 unit ramp。unit ramp 就是代表它是个线性的趋势。好，就是说它信号就等于 n， 当 n 大于等于0的时候，如果 n 小于0就是0。那最后看到一个这样的信号是我们讲的一个exponential 的讯号，或是几何的讯号，它基本上它是会呈一个指数方式来表示，也就是说它根据它 a 的大小会决定它信号是慢慢衰减，或是放大，或是上下摆动，因为 a 有可能是负的，好，因为 a 有可能是正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对离散信号做分类。首先我们要讨论能量跟功率信号，或是周期跟非周期，以及对称非对称信号。首先能量与功率讯号，我们看到能量讯号就是定义成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功率就是定义成这样的方式。那两个差别在于说，能量是把信号 S/n 绝对值平方加总起来，那功率怎么样？也是一样，只是把能量除上它周期时间，那这边是1除上 2n 加1，那 n 是趋近于无穷大。好，那这边整理一个表，如果一个信号是能量信号，它能量是有限，代表它功率信号是0，因为它除上时间就是 2n 加1，那 n 是无穷大，所以代表它功率会变成0。那如果一个信号它的能量是无限的，那它的功率可能是有限或是无限，主要看它的分母跟分子的阶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周期与非周期的信号。如果 S/n 是周期信号，就代表说 S/n 加大 N 会等于 S/n 等于它自己，对于任何 n 来讲这都成立。好，所以这边大 N 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基本周期。如果 S/n 如果不满足周期信号的定义，就是非周期信号。那这边提到对称与反对称信号，我们看到如果 S/n 是对称信号，就是 S/-n 等于 S/n。好，从图上看见的说，我们这个 S/n 跟 S-n 它分别 n 是正跟负，我们看到它是对于 n 等于0这个轴上面它是对称的，我们也简称它是偶函数。好，就是说以 n 为0来看，左边右边它是对称的。那如果 S/n 是反对称信号，也就是说 S/-n 等于负的 S/n， 也就是说我们讲基函数，就是说 n 是正的跟 n 是负的，它怎么样？在值上面大小上面差一个负号，所以当 n 等于负的时候，它是在0的下面。好 ，n 是正的，它的值是在0的上面。好，因为它差一个负号，所以我们就叫基函数。那离散信号的运算包含几种？包含了位移 shifting 或是反转 folding 或是 addition 相加或是相乘，以及放大，以及上下 up down sampling 之类的。那首先介绍了位移运算。那位移运算，首先第一个看到图形是我们原始讯号 S/n 是长成这样。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信号做3个时间单位延迟，就是 S/n 减3，所以看到这信号怎么样？把整个信号往后面推个3个单位时间。那如果把这信号往前推，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本信号超前的话，就看到图上看到的 S/n 加2，就是说我们把这信号超前的2个时间单位。接下来信号反转的运算，好，那原始讯号是左边的图形啊，反转信号就是说以 n 等于0当对称轴，我们左右颠倒，就可以看到我们信号反转的结果。
好，这是我们信号反转的运算，就叫 folding。好，你看到对于 n 点0当对称轴做的信号的反转。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信号上下取样。那我们看到原始信号是长这样，那右边是下取样信号。所谓下取样信号是说，我们原本的信号如果是有 n 点，我们下取样信号是把 n 点取成n点，好，把它讯号的数量取样数变少。那怎么样变少呢？如果我们只取一半的话，我们就可以取这些讯号，原本的讯号当 n 等于0，或是 n 等于2，或 n 等于4，n 等于6，就是取偶数点。那事实上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怎么样？得到一个下取样，而且取样是什么样的信号是 y of n 是 s of 2n， 也就是下取样的结果，只取一半。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了信号的运算，那我们这边提到了一些运算，但是我们在内容当中我们只介绍了，例如说位移、反转以及上下取样。我想，例如说相加、相乘这些运算是很简单的，只是把两个讯号做相加，或是怎么样，或做一些相乘。那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基本的信号，例如说我们的 unit sample、unit step 或 unit ramp 之类的讯号。那这些讯号在我们往后的课程中也会不断的反复的看到。好，那希望同学在这个 part 当中，然后熟记这些讯号，也知道这些讯号怎么样做运算。好，那我们下个单元我们要介绍我们一些系统的种类，我们赶快看下去吧。